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深度探討人工智能基礎建設嘅6大關鍵企業，佢哋分別係應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英偉達 Nvidia、Arista Networks、ANET、Equinix、微軟 Microsoft 同埋 CrowdStrike 呢啲企業，從製造晶片啦，到工具嘅供應，到 GPU 加速器嘅製造，再到數據中心、雲端平台，去到網絡嘅安全，構成咗一條完整嘅 AI 供應鏈。我哋會以站台嘅模式一步步去咁介紹，睇下佢哋各自最近嘅表現、估值狀況以及佢哋互相之間嘅聯繫，同時分析佢哋面對嘅風險同埋機遇㗎。全球對 AI 嘅投資依然高企㗎。根據 Goldman Sachs 最新嘅估計，去到2030年啦，全球 AI 相關基礎設施嘅支出咧，就可望去到4萬億美元㗎。數據中心嘅電力需求咧，亦都會增長160%，而 Nvidia 就係呢場風暴嘅中心。2025年嘅10月29日啦，佢嘅市值就衝上過5萬億，成為歷史上第一間做到呢個里程碑嘅公司。呢段時間啊，各大科技巨頭啊都以呢個 AI 為驅動啦，數據中心嘅擴建啦。美國企業亦都重金佈局基礎建設 ，AI 已經成為咗推動科技投資嘅最大引擎。但係高昂嘅估值啦，同埋不斷上升嘅資本支出，亦都引嚟泡沫憂慮啦，同埋監管嘅關注。透過今次嘅分析，我哋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了解呢條 AI 產業鏈上面各個站台嘅角色同埋挑戰。首先介紹嘅係 Applied Materials 應用材料，佢係半導體製造設備領域具有領導嘅地位㗎，提供咗沉積、蝕刻、測試各種工具，令到晶片得以微縮到去呢個先進嘅節點。佢嘅產品對人工智能嘅晶片嘅量產至關重要。如果冇咧 Applied Materials 嘅先進製程嘅設備咧，頂尖 AI 嘅加速器嘅研發咧都可能會拖慢㗎。根據公司2025年財年嘅第4季度嘅報告啦，應用材料當季嘅營收去到68億美元，年減3%，但係全年營收就去到283.7億美元，年增4%。事實上 ，AI 需求推動呢個晶圓廠嘅持續投資，令到 Applied Materials 嘅利潤保持穩定。不過公司亦都警告啦，中國市場嘅投資趨向放緩，今季嘅盈利指引亦都低於預期。股價方面啦，2025年咧 Applied Materials 都升接近40%㗎啦，反映 AI 熱潮帶嚟嘅期待。估值嚟講，Applied Materials 亦都相對較為合理 ，forward PE 大概係25倍左右啦，低過其他 AI 概念股嘅水平，亦都係保持咗一個21年連續分紅嘅記錄。而家股息率大概接近1%。總括嚟講啦 ，Applied Materials 係推動下游 AI 晶片供應嘅上游關鍵，壯大晶片先進節點嘅製造能力，但亦都受制於全球晶圓廠嘅投資週期。下一站係 Nvidia， 佢而家比喻為 AI 運算嘅心臟。Nvidia 研發嘅 GPU 啦，同埋 AI 加速器，被全球嘅雲嘅廠啦，同 AI 應用咧廣泛嘅採用㗎。佢用嚟訓練大型語言模型啦，同埋推理分析方面咧，都靠住佢強大嘅算力。Nvidia 一定係 AI 賽道上面可謂獨領風騷㗎啦。2025年7月啦 ，Nvidia 市值首次衝到係4萬億美元嘅大關，去到10月底啊，更加係第一個突破5萬億美元㗎。呢啲驚人嘅成就，亦都反映咗市場對 AI 運算需求嘅信心。不過估值方面啦 ，Nvidia 嘅估值咧，亦都折射咗未來幾年嘅增長。雖然 forward PE 就大概24倍，都低過過去幾年嘅平均嘅37倍，但係亦都處於高位嘅水平。財務上面啦，以2025年10月初嘅市值大概係4.4萬億美元計咧 ，Nvidia 總收入喺近12個月裏面大概係2000億美元。主要驅動力咧就係嚟自資料中心啦、雲端同埋遊戲呢啲領域。值得注意嘅係 Nvidia 參與資本支出嘅投資，例如同 Microsoft 同埋 Blackwell 領導嘅財團合作啦，以大概400億嘅美元咧收購呢個 Allied Data Centers， 鞏固呢個 AI 數據中心嘅容量。而喺產品方面，佢嘅 H100
最新嘅 Blackwell GPU 都成為呢個訓練大型模型嘅心臟，幾乎佔咗全球 AI 晶片市場嘅8-9成份額㗎。近期亦都有消息指出啦 ，NVIDIA 會同 CrowdStrike 合作開發呢個 AI 驅動啦，同埋網絡安全代理，亦都會同呢個 Equinix 呢啲數據中心嘅業者咧合作建立呢個 AI 嘅工廠。總括嚟講啦 ，NVIDIA 提供咗核心嘅算力喺 AI 生態鏈之中處於中游嘅核心位置，但係亦都需要持續保持技術嘅領先去應對呢個 AMD 同埋 Intel 呢啲對手嘅競爭，同時亦都受到地緣政治嘅影響啦。美國對中國輸出最先進 GPU 嘅管制，亦都令到 NVIDIA 成為中美科技博弈嘅焦點。嚟到網絡交換同埋互聯啦，我哋而家就要睇下 Arista Networks 啦。佢專注喺大型 AI 啦、數據中心、高速網絡呢啲場景，提供咗交換機同埋軟件嘅方案，保證咗數據集群裡面嘅 GPU 系統可以互聯傳送數據㗎。Arista 嘅硬件同埋收購 Broadcom 嘅 VeloCloud 後嘅 SD-WAN 嘅技術咧，正好滿足咗呢個雲端用戶啦對高速低延遲連接嘅需求。根據公司2025年財報第三季嘅業績 ，Arista 當季收入咧23.0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增27.5% 嘅。CEO 烏拉爾亦都強調啦 ，AI 網絡需求咧推動呢個客戶標準化，選購 Arista 嘅平台。呢個增長勢頭反映咗啦，雲服務商同埋企業為咗搭建呢個 AI 集群加速投資，提高咗對數據中心網絡設備嘅需求。股價方面啦 ，Arista 過去一年亦都有突破性嘅上升，大約升超過50%㗎啦，亦都反映咗市場對 AI 交換機需求嘅睇好。只不過估值就偏高啦，而家市盈率大概係52倍，暗示投資者對佢嘅持續強勁增長保持期待。Arista 提供咗 AI 集群裏嘅數據傳輸嘅神經網絡節點，依靠住 Broadcom 呢啲合作夥伴推動營收，但亦都需要時刻警惕呢個競爭對手 Cisco 白牌交換機同埋供應鏈嘅波動嘅變數。繼續落去，下一站係數據中心基礎設施 Equinix。佢係全球最大規模嘅數據中心運營商之一 ，Equinix 經營超過260個機房，提供咗機櫃寄存啦、光纖互聯啦，同埋網絡嘅服務，係互聯網同埋雲端服務嘅基礎建設樞紐嚟㗎。最近 Equinix 嘅報告啦，2025財年第三季營收係23.16億美元，同比增長咗5%。更加重要嘅係呢季錄得年度化預訂金額係去到3.94億美元，同比增加咗2成半㗎，顯示未來需求強勁。CEO Adria Fox-Martin 表示 ，Equinix 為 AI 工作負載咧持續擴建容量，包括新收購嘅幾塊土地咧嚟支援千兆瓦級嘅數據中心擴建㗎。然而Equinix 嘅股價波動亦都顯示咗市場擔憂嘅高企。2025年中咧短暫下挫，但係後嚟咧因為跟隨住雲端嘅超級週期就慢慢回升。估值方面 ，Equinix 嘅 PE 大概係72倍，高於歷史水平，代表投資者咧就賭佢能夠長期受益於呢個雲端啦，同埋 AI 嘅增長。而高耗能咧亦都係隱憂嚟㗎。歐美能源嘅緊張之下咧，大規模嘅數據中心擴張面臨成本同埋審批嘅壓力。總之 ，Equinix 提供咗全球性嘅 AI 數據中心平台，對應住客戶嘅數據處理啦，同埋互聯需求至關重要。但係如果能源同埋規管不利咧，盈利亦都會受壓㗎。而我哋嚟到呢一集就係 Microsoft 微軟啦。佢作為全球第2大市值嘅公司，微軟透過 Azure 嘅雲端服務，將 AI 基礎設施推向全球。Azure 整合咗 NVIDIA 嘅 GPU 同 Arista 嘅網絡方案，為企業提供咗所需嘅 AI 訓練環境，亦同呢個 OpenAI 合作推動咗 Gen AI 嘅應用。根據最新2026年財年嘅第一季業績 ，Microsoft 當季整體營收就去到77.7億美元，同比增長咗18%。其中 Azure 雲服務嘅表現尤其搶眼。2025年財年全年 Azure 收入超過750億美元咁多㗎，年增34%。高層亦都指出啦 ，Azure 已經跨足超過400個數據中心嘅區域，並且大量投資喺液冷呢啲 AI 優化基礎設施㗎啦。Microsoft 每季資本開支都創新高嘅。
嘅。近期更加有分析指出啦 ，AI 相關建設支出啦，可能會佔佢嘅營運現金流94%咁多嘅，凸顯佢要搶奪 AI 雲端嘅領域先機。另一方面 ，Microsoft 同埋 OpenAI 嘅合作亦都備受關注。OpenAI 近期傳聞 IPO 估值可能去到1兆美元㗎，長遠嚟講會持續為 Azure 帶嚟源源不絕嘅算力需求。微軟巨頭嘅地位穩固啦，而家市值大概係3.5萬億美元，市盈率大概34倍。佢嘅作用係將上述嘅硬體力量打包成為雲端服務推廣，等企業無需要自行搭建機房，都可以使用到 AI 嘅算力。簡單啲嚟講啦 ，Microsoft 喺呢條鏈嘅服務平台層核心，將所有元件整合去到商業嘅應用，但係亦都要應付雲嘅競爭啦，監管好似 AI 合規嘅挑戰。嚟到網絡安全啦，最後介紹嘅係 CrowdStrike， 專門做雲生網絡安全同埋端點嘅保護。佢哋嘅飛勤平台運用咗 AI 識別攻擊嘅行為，隨住 AI 嘅應用普及啦，安全威脅同攻擊手法亦都更加智能化。CrowdStrike 亦都借助機器學習啦，同埋雲端嘅威脅情報，提供咗實時嘅防禦解決方案。CrowdStrike 近年嘅年收入快速增長啦，2026年嘅財年第3季營收就大概係12.1億美元，年增20%。截至目前嚟講啊，估計佢哋嘅12個月收入會大概係45億美元。佢哋將 AI 融入安全嘅產品入面，例如曾經就同 NVIDIA 合作打造基於大模型嘅安全代理工具，去應對 AI 時代新興嘅威脅。雖然營收成長快速啦，但係 CrowdStrike 仍然未盈利㗎，股價對未來成長嘅期望極高。目前大家估佢嘅 Forward P 去到104倍㗎。分析師預測啦，公司未來幾年仍然會以呢個超過20% 嘅速度成長，但係利潤率啦同埋現金流可能會繼續受壓。不過隨住其他大型客戶，例如好似 NVIDIA 同埋 OpenAI 呢啲對安全需求嘅提升，以及市場亦都對 AI 安全嘅重視 ，CrowdStrike 嘅地位明顯上升咗。佢哋喺行業嘅地位可見一斑，連續幾年都喺加能網絡安全保持領先嘅地位，夥伴嘅生態亦都非常之廣泛。但係身為行業嘅安全者，會承受住嚟自 Palo Alto 呢啲競爭對手同埋安全攻擊嘅新趨勢嘅挑戰。總結嚟講 ，CrowdStrike 係 AI 網絡安全嘅重要角色，以 AI 技術對抗 AI 時代嘅威脅，但係同時估值已經極度樂觀㗎啦，需要密切留意佢嘅成長能否如期。從上游到下游，呢6間公司串成一條 AI 基礎建設鏈，應用材料提供咗半導體生產設備啦，支援先進 AI 晶片，好似 NVIDIA GPU 嘅製造。NVIDIA 研發最尖端嘅 AI 算力晶片 Arista 嘅交換機，就將呢啲 GPU 連起上嚟，去建構大規模 AI 訓練重集。Equinix 呢啲數據中心運營商就提供場地、電力、冷卻呢啲基礎設施，承載成千上萬個 AI 伺服器。Microsoft 作為雲端嘅平台商，就將所有計算能力整合，並且透過 Azure 分發出去。而 CrowdStrike 就保護呢條全鏈嘅資料安全，防止惡意攻擊啦。呢啲關係唔單單係理論嘅串聯，亦都反映喺實際嘅合作上面㗎。例如 NVIDIA 同 Microsoft 啦 ，BlackRock 牽頭財團一齊搶購呢個 Allied Data Centers， 用400億美元一口氣增強 AI 數據嘅中心能力。CrowdStrike 就同 NVIDIA 合作，利用 NVIDIA 嘅強大算力做智能安全嘅政策。另一邊廂 Equinix 亦都加大投資，打造所謂 AI 工廠，吸引大客戶將 GPU 嘅重集部署喺佢哋嘅機房。可以見到啦，整條鏈係緊密相扣㗎。如果 NVIDIA 交期不足或者價格太高， Arista 同 Equinix 嘅擴建進度受到影響，或者 CrowdStrike 出現重大安全事故，整個 AI 應用市場嘅信心都會受挫㗎。另一方面啦，呢幾隻股票嘅估值普遍都比較高嘅，都係市場炒冷飯壓住 AI 增長嘅結果。例如 NVIDIA 嘅 Forward PE 係24倍 ，Microsoft 係34倍左右 ，CrowdStrike 直情去到104倍，而家其實都仲未賺錢。Arista 同 Equinix 嘅 PE 大概係52至72倍區間啦，亦都高於科技股嘅平均水平。反觀 Applied Materials 就相對比較低，只有25倍嘅啫。簡單啲嚟講啦，投資者對 AI 需求持
持續增長非常樂觀，願意用高估值去換取佢哋嘅成長。但係呢種定價假設係增長無間斷㗎。如果未來 AI 相關嘅支出降溫啦，或者出現技術嘅瓶頸，呢啲高估值就可能會有調整嘅壓力。最後啦，估值嘅泡沫風險亦都值得提醒㗎。正如 Reuters 嘅文章都有指出啦 ，AI 相關上市公司嘅市值快速上漲，但係同佢哋嘅營收增長相比咧，投入嘅資本嘅速度更快。如果喺未來3年裏面實現收支平衡，投資者就可能會問真嘅問題啦。知名分析師亦都警告啦 ，AI 芯片同埋伺服器嘅更新迭代極快，每台機可能只係用5年左右。企業咧亦都需要不停加碼資本支出，否則前期投資就會壓縮或者停損㗎啦。所以喺追逐 AI 機遇嘅同時，我哋都要保持審慎，留意住呢啲公司嘅增長趨勢嘅可持續性。總括嚟講啊 ，Applied Materials、Nvidia、Arista、Equinix、Microsoft 同埋 CrowdStrike 就構成咗而家嘅 AI 產業鏈上面中上下游各個關鍵嘅節點啦。佢哋有各擅勝場㗎，齊齊推動呢個 AI 技術嘅落地應用，但亦都面對住一個高估值帶嚟嘅風險、競爭對手嘅威脅，以及全球供應鏈同埋政治環境嘅不確定性。作為投資者或者行業嘅觀察者咧，我哋需要留意佢哋各自嘅財務體質啦、創新能力同埋佢哋長期發展嘅趨勢。未來幾年啊，如果呢條產業鏈都仲可以繼續穩定前行咧，相關企業啊都將會持續受益於呢個 AI 嘅浪潮㗎。但如果增長遇到阻礙咧，或者係投資嘅退潮咧，成條生態鏈咧就可能會受到衝擊㗎啦。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深度分析，希望大家都可以更了解呢個 AI 嘅基礎建設啦，同佢哋嘅產業鏈嘅來龍去脈。如果大家都中意條片，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翻俾朋友仔。我哋下次都會講更加多其他科技嘅故事。我係飛鴨，下次見，拜拜。